我每次修炼都狂炫800颗废丹，却从来没有一次倒下，甚至别人无情丢掉的垃圾，我也毫不犹豫地往嘴里塞。所有人都嘲笑我是饿死鬼投胎，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身为杂灵根废材的我，靠着吃这些垃圾丹药成了绝世天骄。只因魂穿到这个修仙世界时，我带了一个祖传的炼宝炉，往里面扔的每一颗废丹，转瞬就会变成一炉灵丹。而这具身体的前主，偏偏为了舔他的未婚妻，毅然决然地混进宗门圣地，可不想因为自己竟是个妥妥的5行废灵根，被宗门分配到无人问津的废弃丹房，成了一个人人嫌弃的杂役弟子。未婚妻则是天灵根，成为宗门圣女。我本以为凭借她的身份，可以边吃软饭边炼废丹，苟在圣地慢慢变强长生，可没想到现实打脸来得如此之快。此时的杂役小院内，一袭月白衣的女子，眼神坚定地将一个储物袋放在了我的面前。秦帆，你是好人，但你我缘分已尽，自今日起婚书作废。你若答应，便拿着这袋灵石离开圣地。我从惊愕中回神过来，什么情况？这刚穿过来，手里香喷喷的软饭还没来得及吃，这就要飞走了吗？不死心的我还想再挽回一下，犹豫问道：真的没机会了吗？我如今是圣地圣女，你不过一品跟天赋杂役弟子，你我完全2个世界的人了，直白一点来说就是没有。严暮雪毫不客气地给了拒绝。闻言我心下轻叹，还想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轻轻松松就完成长生不死的伟大愿景，不曾想还是要自己奋斗。也罢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吃点苦了。我摸了摸腰间，天赋虽然差了些，但有宝贝，倒也不是完全没机会渡劫成仙。那好吧，但我不会离开圣地，所以我还配拥有这些灵石吗？然而严暮雪却眉头一皱，10天后杂役考核，排在末尾的人会被淘汰。我闻言一愣，杂役弟子什么时候搞的末位淘汰制了？但此时的严暮雪却不理会我的疑问，继续眼神冰冷地叮嘱道：还有，你我之间的事，我不希望有第3个人知道。若你敢打着我的旗号做什么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暗暗瞬间气笑了。亏我前身把你当白月光，给你当舔狗，结果在你心里竟是烂人一个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我要当着全圣地弟子的面休了你。说完便咬着牙往半山废丹房的方向走去。废丹房是专门用来装废丹的地方，圣地所有炼废了的丹药都会被送到这里，以地心火灼烧销毁。这里常年有着灼热的高温和难闻的气味，而且通常只有一个杂役弟子看守，所以生活不是一般的枯燥，导致自有圣地最底层的人才会被派到这里。就在我拿出钥匙开门进入店内时，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执事摸着一撮小胡子走了进来。孟执事，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我这里？我有些意外。眼前这孟祥辉就是外门管杂役的执事，人送外号8匹老孟，吃拿卡药那是一绝。上头刚下来的命令，10天后杂役考核，实力最弱的那个要赶出圣地。你小子好好准备准备，争取把倒第2那货给干掉。虽然你当初给本执事就送了100两银子，但你放心，本执事不记仇。垫底的2个人里，我最看重你了。孟祥辉意味深长地看向了我，闻言我心下呵呵冷笑，那是因为倒第2那货就给了50两好处费吧。行了，你好好努力吧，我先走了。这地方太热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孟祥辉用袖子擦了擦汗，晃着身子便离开了废丹房。我摇了摇头，将店门关上，走到一堆煤渣模样的废丹前坐下，旁边就是焚丹坑。往常看守这里的杂役弟子，时间久就会身中火毒，不过要是能修炼到筑基期，有了强大的护体灵力，也就没什么事了。但我此时不过9品灵根中最弱的1品灵根，修炼速度差不多是修仙界最垫底的那个了。想到这，我轻轻一叹，事已至此，还是想想怎么把考核这关给过了吧。我摸出一个储物袋，炼器1层的微弱灵力注入其中，一尊巴掌大的青铜香炉出现在我眼前，其通体都布满了锈迹，炉盖上面还写了炼宝2个小字。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但经过我昨夜尝试滴血认主之后，就明白了其中的玄妙之处。随着我心里默念一声，启动炼宝炉，一段机械音忽地从脑海中响了起来。炼宝炉启动能量不足，急需妖丹补充。每次用时需往炉子里放1枚妖丹，一头1级妖兽的妖丹，能将一炉子1品废丹转化为1品成丹。妖兽等级越高，炼出的丹药等级便会越高。闻言我眼底闪烁着兴奋，妖丹，要是没记错的话，灵善堂在杂役峰后山养了不少1级的赤羽鸡。我现在没有实力去危险的地方猎杀，而那玩意儿因为长得丑，外门弟子都不怎么喜欢吃，让我这个杂役弟子帮忙消化一下，应该不过分吧。随着夜幕降临，我悄悄摸黑往后山而去，看着河边的赤羽鸡，我激动的眼泪都从嘴角流了下来，忍不了了，今天必须开荤。此时我没有任何犹豫，饿虎扑食一般就扑了过去。一通操作后，我便左右2手各提一只赤羽鸡，回到废丹房，将米粒大小的妖丹从其腹部取出。先来一炉子培元丹试试水吧。我迫不及待的将一些炸了的培元丹和妖丹放进炼宝炉，炼宝炉启动，炼宝炉瞬间氤氲蒸腾，颤动不已。约莫1刻钟之后，炼宝炉逐渐恢复平静，炉里豁然躺着9颗培元丹，正闪烁着耀眼红光。真的成了！我激动地咽了咽唾沫，伸手拿出一颗培元丹，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充沛灵力，我癫狂的手舞足蹈。道爷，我成了！没有圣女的加持，我现在一样可以修仙长生啦！兴奋之余，我将丹药扔进了嘴里，盘膝而坐，运转瑶光5行仙诀，迅速炼化培元丹，壮大自身的灵力。然而修炼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却一脸茫然。灵根也太弱鸡了，这么一颗丹药下去，吸收率才10%左右，竟始终在炼气1层晃悠。
不行，还得继续磕。我愤愤不平的又拿了一颗培元丹扔进嘴里，灵根不够，丹药来凑，我他妈不信了，就一个炼气2层还过不？就这样，我靠着2炉子丹药一直修炼了整晚，终于在天快亮了的时候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从体内传出，我终于突破了炼气2层。我吐出一口浊气，总算到了炼气2层，确认了炼宝炉的强大，我变得异常兴奋起来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不断的抓鸡炼丹修炼，9天时间过去，我顺利突破到了炼气4层。就在我在火坑边上准备突破第5层时，店门被推开，杂役执事孟祥辉摸着肚子走了进来，他轻蔑一笑。我劝你小子别白费力气了，就你这天赋，再怎么修炼也是白费功夫。明天不是要考核了，我受人之托过来给你送点东西，这里有50两，拿着它。明天考核你走个过场就行了。闻言我一愣，为什么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你小子整天在废丹房待着，什么时候把内门的真传弟子给得罪了？那位师兄亲口和我说的，要么你拿钱走个过场离开圣地，要么他让炼气3层的王大彪明天考核的时候废了你。闻言我一头雾水，觉得这事怎么想都感觉不对劲。行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你自己权衡吧。这破地方真不是人待的。孟祥辉擦了擦满头大汗，一脸嫌弃的离开了废丹房。这么点小事儿，我要是都处理不好，那还修什么仙？随着夜幕再次降临，我蒙上脸，一个鬼鬼祟祟的向杂役峰后山靠近，不一会便向一只肥美的赤羽鸡抓起。就在这时，身后忽地传来一阵寒意，一柄长剑瞬间架在了我的脖子上。别动，偷鸡贼，让姑奶奶抓了个正着吧。我就说这2天赤羽鸡怎么越来越少。转过来把黑布摘了，让姑奶奶看看究竟是哪个不要脸的过来偷鸡吃。借着月光看去，女子17、8的年纪，一身青衣，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。我立即认真的辩解起来：师姐，我不是偷鸡贼，我只是过来拉个屎而已。拉屎？你当我3岁小孩吗？我真没骗你，你要是不相信，就看看你脚底下。女子闻言俏脸瞬间煞白，立马本能的跳出3丈远，待站稳后，这才急忙看向脚下，发现那地上空无一物。女人脸色骤变，抬头怒道：你敢骗我！我趁机抓起2只赤羽鸡，转身就跑。师姐，我王大彪绝对不是偷鸡贼，我只是想还这些赤羽鸡一个自由而已。如果我有半句假话，就让我王大彪天打雷劈！王大彪，你死定了！女人俏脸涨红，愤怒的追了上来。师姐小心脚下有屎！我头也不回的喊了一句。女人吓了一跳，猛地止住身形，可很快她便反应过来，咬牙切齿道：王大彪，你死定了！你跑得了和尚，你跑不了庙。我这就找孟祥辉去，我不相信姑奶奶找不到你。回到了废丹房，我以下满头大汗。刚才那可是灵善堂的白洁师姐，专门负责饲养灵善堂的妖兽，天赋算得上中上之资，年纪轻轻已到炼气5层的修为。与此同时，山下一间杂役院内，身材魁梧的年轻汉子和几个杂役弟子正在小院内推杯换盏，好不尽兴。大彪师兄，你今天这么大方，莫不是得了哪位长老看中了？笑，我就算没有好事，哪天不大方了？啊，对对对，大彪师兄可是咱们兄弟里面最大方的了。其实我也不瞒你们，我不是被长老看中了，而是被内门一位真传师兄给看上了。他亲口承诺，只要明天考核的时候看见秦凡，然后废了他，到手就这个数，50块灵石，这可是杂役弟子5个月的薪水了。这是个技术活，除了我你们谁行？技术活，众人见状有些质疑起来，不就是解决一个守废丹房废物吗？这玩意儿还需要什么技术吗？见众人质疑，王大彪愤怒地撸起袖子，胳膊上的龙形符文瞬间亮起。好好看看，哥们儿进圣地之前，那是专业。可就在他正要吹嘘自己时候，院门突然被人一脚给踹开来。你就是王大彪？看见其手里的鸡腿和桌上的鸡骨头，咬牙切齿道：原来真是你王大彪干的！今天姑奶不废了你，我就滚出圣地！白洁当场甩出一张下品灵符，轰的一声，巨大的火球笔直地砸向了王大彪。下一秒，火球重重地砸在了他身上，当场倒飞出去。白洁二话不说掠到近前，愤怒的一顿猛踹。当闻讯而来的孟祥辉赶过来的时，王大彪已是遍体鳞伤，委屈不已，嘴里直呼冤枉。白洁满脸惊疑地看着那作证的杂役弟子，我真的打错人了。白洁尴尬不已地看向孟祥辉，老孟，这杂役峰没有别的人叫王大彪了吗？孟祥辉摇头道：没有了，杂役峰所有弟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尤其这王大彪。当初他进门时候送的是一尊玉座金佛。那这么说来，那个混蛋又骗了我。既然不是杂役峰的，那就是外门36峰的。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个偷鸡贼。孟祥辉见状对王大彪说道：你看看你这么不小心，伤得如此之重，明天的考核你还能上吗？王大彪龇牙咧嘴的起身，摸了一下高高肿起的侧脸，忍痛说道：没问题，秦凡那个废物，我让他一只手都随便打。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趁这会功夫，我已借着夜色来到灵善堂，并将怀里的一点废丹粉末倒进了灵泉井。第二天的杂役广场上，大道会员钟被敲响，40名杂役弟子站成一排，抽签比试正式开始。我抽到的对手无疑就是王大彪。你们说这废物能撑多久？
我猜1招秒。一群看热闹的杂役开始幸灾乐祸起来。小子不认输吗？站台上，王大彪狞笑着看向我，我算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便不紧不慢地看向王大彪，正色拱手道：“大彪师兄承让了。”王大彪眼睛一瞪，完全不想浪费时间，脸上神情突然凝固，咕噜咕噜的声响忽地从肚子里面响了起来，本能地夹紧双腿。我看出端倪，心下冷笑，一拳便打了过去。王大彪见状勃然大怒，灵力涌动，猛地朝我飞出一拳，我一个闪身便一拳打在了王大彪脸上，尽管压制了境界，还是将王大彪一拳打飞，肚子里的东西更是一个没憋住，一连串的声响连绵不绝地响起。我认输了。王大彪夹住双腿，脸色涨红，提着裤子直接向了山下飞奔而去。我微微看了眼拳头，转头对孟祥辉道：“我这么厉害吗？你真走了狗屎运，肯定是灵善堂的饭菜出了问题，擦，真臭！懒得和你废话，你要是识相就赶紧自己走人吧。鉴于众弟子身体抱恙，考核明早继续，考核就此延期。”有执事弟子大喝一声，宣布考核就此延期。翌日清晨，杂物广场的大道会员中再度敲响，昨日胜者上台抽签，比试继续。随着执事弟子的朗声开口，我这次的对手变成了炼气3层弟子陈恒，也是这比试拿第1的热门选手，实力远在王大彪之上。看着手里抽中的木牌，我微微沉默。这幕后的真传弟子到底是谁呢？非得逼我连开圣地才肯罢休。可我来不及多想，陈恒双以臂抱胸出现在站台上，俨然一派高手风范。陈恒的对手8成是弃权认输了，要是换了我也肯定认输。废话，哪个蠢货会和陈恒交手？那不是找揍呢吗？一群人开始纷纷议论起来，而就在此时，我竟是一脸平静地走到了陈恒对面。众人见状无不愕然，开始猜测我碰瓷讹人来了。陈恒眼底也闪过一丝诧异，道：“小子，你竟然真的敢上场？为什么不敢？你很厉害吗？你有种！今天我若不废了你，老子和你姓！”话落，他五指摊开，掌心瞬间窜出一团炽热火球，正是低阶法术火球术。随着他冷哼一声，火球带着炙热的气浪朝我扑来，眼见火球要打在我身上，可下一秒，一团烈日般的火球忽地自我手掌浮现，那霸道的温度更是耀眼。2团火球轰然相撞，大火球宛若黑洞般将小火球吞噬，旋即笔直冲向了陈恒。他瞬间当场被火焰吞噬，身体像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。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秦凡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生猛了？刚才他好像展现出了炼气4层的修为气势，这个境界已足够他晋升外门弟子了。凭他的天赋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他是个仙2代，只是一直低调行事吗？然后现在不装了，摊牌了？太小的孟祥辉和王大彪也是懵了。这特么是秦凡，不会是让人给夺舍了吧？而此时的陈恒，一张脸已黑如锅底，头发眉毛全都被烧焦烧糊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完全无法接受，想他堂堂杂役金字塔尖的人物，竟会敌不过倒数第1的一招。而我露出淡淡的笑容，颇为无奈的道：“昨日一拳击败王大彪师兄，今日又一招将陈师兄打倒在地。偌大的杂役峰，竟无是我一人之敌吗？如此无趣的比试，当真是寂寞如雪啊！”众弟子闻言，无不黑脸咬牙，恨得牙根直痒。可偏偏又没人能反驳，毕竟在杂役峰上，炼气4层也的确算最强了。到了第4层的，全去了外门了。就这样，在众弟子仇恨拉满的眼神中，我一路虐菜，没有任何意外的拿了杂役考核第1。孟祥辉不得不亲自给我颁奖，奖励是30块下品灵石1瓶培元丹，另外还有一支青玉伏笔。那青玉伏笔乃是中阶法器，能提高会符的成功率，正好是我现在所需要的。眼见我将奖励收进储物袋，你小子藏得可真够深的，是不是隐瞒了什么背景？我一脸认真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再隐瞒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错，家父正是秦二河。”孟祥辉神情一怔：“秦二河很有名吗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了？”家父隐世多年，一向低调，有关他的事，我却是不能告知外人，还请孟执事见谅。孟祥辉闻言更加狐疑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却忽然低声上前问道：“孟执事，你可知要找我麻烦的那位真传师兄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孟祥辉此时不敢怠慢：“是张潇，那可是一位金丹初期的大修士。你小子可真够倒霉的。”知道了对方是谁，那他便有应付的法子了。考核结束，回到废丹房，我开始数起了自己的存货，发现培元丹所剩不多，仅够10天的修炼的量，后山的山鸡也抓不了了。于是我打算到云谷坊一趟，那里是圣地内唯一的修士交易坊室，把手里的培元丹拿去换成妖丹，就可以炼制灵丹。来到云谷坊，我立即在灵符店铺前的空位处摆起了地摊，将5瓶培元丹摆了上去，又弄了块牌子写上1瓶培元丹换20枚1级妖丹，此培元丹乃大师出品，1粒顶2粒。路过弟子见了，无不面露诧异，这价格明显比市面上高了不少，1粒顶2粒真的还是假的？一个黑脸弟子不由有些疑惑问道：“自然是真的，我观这位师兄面如冠玉，身具贵气，自是识货之人。你若不信，打开一看便知。”听到我的赞许，黑脸弟子挠头羞涩一笑，一看就是个诚实的人，给我来1瓶吧。随着那丹瓶打开，一股芬芳灵气氤氲飘出，竟真是极品培元丹，原来不是个奸商啊！这么好的丹药可着实不多见。
很快5瓶培元丹就被一扫而光。有了妖丹，我立即回到丹房，准备炼制筑基丹，闭关筑基。可就在我正准备拿出将炼宝炉时，孟祥辉走了进来，将一块紫铜令牌扔给了我。令牌婴孩手掌大小，周边刻有祥云纹，中间自上而下写了4个朱红大字：外门候选。见此我一愣，怎么又要参加外门考核啊？我是打算突破到炼气后再出门的。孟祥辉不禁哑然摇头，新定下来的规矩，圣地内所有杂役弟子，凡是到了炼气4层的，和外门弟子一样，每3个月便要外出完成一件任务，完成了的无奖无罚，可赚取贡献值，但若是完不成的，就得去矿场做工1年。闻言我又是一愣，这破规矩针对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？严暮雪，你是个狠人啊，是不是只要我一出圣地，就会有人背后套麻袋，然后再关小黑屋？兄弟，听哥哥一句劝，还是尽量去外门吧。到了外门，你能领更多的灵石灵丹，实力肯定比现在提升得快。孟祥辉轻叹一声，语重心长的道。秦随后一脸嫌弃的离开了废丹房。此时的圣地内门雨化风，严暮雪全身弥漫着淡淡寒意。姐姐，你筑基成功了，3天便筑基成功，姐姐你真厉害。少女名叫严慕灵，正是严暮雪的亲妹妹，7品木水双灵根，如今也是圣地的内门弟子。看着满是崇拜的严慕灵，严暮雪轻一笑，以你的天赋，想来也不会用太多时间。你来找我，可是秦凡已经离开圣地了。严慕灵摇摇头，无奈道：外门候选的令牌给他之后，他先在废丹房里待了几天，之后又跑到云谷方室租了个修炼室，一待就又是10来天。一个1品废物灵根，也不知道整天修炼个什么劲。方氏的修炼室价格不菲，他哪来的灵石租用这么久？肯定是暗地里打着姐姐你的旗号，不知道从哪又骗了一堆好处呗。他要是不这么做，凭什么能突破炼气4层？就他那个天赋，闷头修炼100年也别想有什么进展。严暮雪面色微沉，姐姐，要不然还是我去教训他一顿吧，这么拐弯抹角的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严暮雪思虑稍许，摇头道：此事不可为。师尊和几位长老知晓我和秦凡的事，我若不念旧情，对秦凡做得太过分，我在他们心中的印象肯定会大打折扣，未来对我掌控圣地必然会有不利之处，还是等秦凡完不成圣地任务再说。我这边的云谷方氏1阶巨灵修炼室内，浓郁灵气将盘坐在蒲团上的我尽数包裹，周身流光溢彩，端的是玄妙无比。我已闭关10数天，筑基丹刻了40多颗，气海灵力被一再压缩，可依然没有液化的趋势。可我就是不信邪，既然40颗筑基丹不够，那就再刻40颗，不就是丹药吗？道爷什么都缺，就不缺丹药。就这样，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我也不知刻了多少筑基丹，也不知道外界过去了多久。就在我精神力快到极限的时候，只听气海丹田之中忽地传来一声滴答的轻响，灵力终于液化了。有了第1滴就会有第2滴，随着1月过去，修炼室内灵气化减，我被包成了5颜6色的蛹。就在某一刻，强横灵力爆发开来，将灵茧瞬间崩碎，化作了漫天光彩，终于突破到了筑基初期，寿元达200岁。从今日起算得上踏入仙途了。可即便到了这一步，我依旧没有参加内门考核的打算，但入内门就领不到圣地发放的神通级法术和上品法器。还好此时我灵石够多，在超能力的加持之下，神通法术和法器都可以去方氏购买。于是我打算去虚国走一趟，虚国的修仙坊市可比云谷房市大多了，那里也没人能认出自己，相对来说比圣地要安全不少。只是在出发前还需得多炼制一些2品培元丹，用于日常修炼。而废丹房内的丹药就属培元丹品阶齐全，从1品到8品一应俱全。我立即炼50炉子，剩下的妖丹则留作备用。3天后，我和孟祥辉打了个招呼，便往外门地元峰的任务阁而去。此阁分为外门、内门、真传这3大区域，殿内不光能看见外门弟子，还有许多内门弟子出入，有时运气好了也能撞见真传中的金丹大修士。墙壁与石柱都布置了阵法，任务以文字的形式在上面滚动展示，执事弟子也会实时更新任务情况。每个任务的贡献值按照任务难度评估来判定，最高的有上千贡献值。以筑基期神识扫视着外门任务区，半刻钟之后，终于找到了条件合适的任务。圣地发布：虚国京城桃源县有4级妖兽雪尾狼出没，将其击败并取得完整妖丹，可得40点贡献值，限期1月之内。此时我毫不迟疑，走到执事弟子面前代，向他出示了外门候选令牌。翌日清晨，我便施展飞遁之术朝虚国坊市而去，心中暗暗发誓，等到了虚国坊市，小爷非弄一把上好的灵剑不可，到时候御剑飞行，也好好过一把剑仙的瘾。可我此时却意外的发现，出城途经太平县城，官道上忽地尘土飞扬，火光慌乱，赶路百姓和商队无不惊恐喊叫逃窜，大批人马往城门方向仓皇奔袭。官道竟意外出现了一群凶猛猎狗，每个都有虎豹大小，闭眼幽光，尖牙利爪，疯了似的无差别攻击百姓行人。城墙之上的县城守军将立即下令，是妖兽欺敌，所有公路手听命，立刻放箭救人。箭矢如雨般将那一群凶猛猎狗全数笼罩，官道上众百姓见此惊喜不已，以为终于有救。可下一刻，那漫天箭矢打在猎狗身上，虽然可见火星点点，但却没受得了他们分毫。守城将领见状大惊失色，居然如此厉害，快去请白云观仙师过来斩妖。可就在此时，那一群猎狗凶性更盛，再度龇牙扑向了官道上的百姓。城墙之下，瞬间百姓们四处逃窜。眼见那一大群猎狗奔袭逼近，诸多百姓危在旦夕。突然一团火光忽地从天而降，随着轰的一声，冲在最前边的几头猎狗瞬间陷入火海，在
灵力火焰的灼烧下，惨叫连连，火球巨大的冲击力将他们砸成了重伤。没多一会儿，那几头猎狗变成了一具具焦炭，呜咽倒地，再无声息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使得后方猎狗无不眼露惊恐，纷纷止步踟蹰。这些4、5级妖兽早已开了灵智，对危险有着十分清晰的判断。守城将士和一众百姓也都惊愕不已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眼中都露出了浓浓喜色，是仙师出手了，一定是有仙师出手了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激动抬头看去，只见一身影从天而降，挡在了百姓们和那一群猎狗之间，令得众人皆是一愣。此时我望着眼前的10几头猎狗，不由得闪过一丝异色。一个族群能有这么多的4、5级妖兽，想来巢穴附近肯定有大片灵药生长，要是能将其寻到，指不定便是一笔小横财。可还没等我有所行动，那群猎狗便要转身逃离。我手掌一握，一柄玄铁长剑瞬间出现在手上，随即拔地而起，口中轻喝一声斩，灵力化作金色剑芒，将那一群猎狗尽数笼罩，仿佛一团烈日，将那10几头猎狗全部绞杀。这一剑我只动用了炼气12层的修为，但打出的效果却震慑了在场所有人。好厉害的小仙师，居然一个都没让跑掉。守城将领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被震惊的无以复加，而我却大袖一挥，10几枚妖丹当场收入储物袋内，随后脚下轻点，施展御风之术，果断提剑往北面掠去。只因我发现暗地里有一头狗王在往巢穴逃窜，那头庞大的狗王在大雾林之中横冲直撞，碧绿幽瞳之中浮现些许慌张。好吧，跑得越快越好，道爷倒要看看你家里究竟能有什么好宝贝。100丈远的后方，我不疾不徐地跟着，脸上笑容浓厚，心下充满了期待。可就在跟了一段距离之后，我眉间忽地一动，神识察觉到身后竟有一个白袍老道突然追了上来，炼气12层修为，啥意思？这是要摘桃子，还是要杀人夺宝？这个节骨眼上追过来，这老道士能有什么好事？道友请留步。白袍老道见我转头，急忙喊道。没过多久，便飘然掠到了我的近前。道友追来，不知所为何事？在下吕文秋，乃这太平县白云关的关主，敢问道友如何称呼？在下王大彪，散修一个。我拱手道。吕文秋微微错愕，修仙之人竟还有这般朴素的名字吗？随即他收回思绪，轻笑道：在下过来只是好心提醒道友一句，再往前几十里有一头刚刚筑基的火蟒豹，道友追杀可以，但莫要太过深入，以免遇到危险。刚刚筑基的火蟒豹，这他妈不是来着了吗？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见我如此兴奋，吕文秋不免有些错愕。王道友，你此来太平县可有别的什么事？若有需要帮忙的，或许在下能帮上一些。听到帮忙2字，我心下微动，要是有这个地头蛇在，以后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虚国就方便多了。在下还真有件事，可能需要道友帮忙。吕道友可知这附近哪里有大型的修仙方士？吕文秋笑了笑，自然知晓，在太平县东面500里，便是京兆府梅县。在梅县雾山有一座大型坊市，此坊市规模仅次京城坊市，背后是京兆府5大修仙家族所掌控。这5大修仙家族每一家都有元婴大能坐镇，也因此这雾山坊市已存在上百年而不倒。闻言，我暗自将位置记下，决定今晚之后便去雾山走一趟。此时的我感觉提升实力已是迫在眉睫之事，遇到危险不能只用火球术了。道友若是想去，在下可随时领道友前往。吕文秋主动提议，不敢劳烦道友，在下自行前去便是。我摇头婉拒。那吕文秋点了点头，倒也没有不悦，旋即便施展御风之术往太平县城赶回。这老家伙走的倒是痛快，难道他真的是个好人？望着吕文秋逐渐远去的背影，我内心不由得暗自想到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只小巧的青雀忽地出现在我的神识范围内。那青雀飞得极快，没过多久便落到了我附近的一棵大树上，一动不动，隐匿得极好。见此，我内心无语。果然，这残酷的修仙界就没几个好人。不过此时我并没打算除掉他的眼线，转身继续朝追狗王去了。过不多时，便来到了一座林间幽深山洞前，周围到处都是藤蔓苔藓。很显然，此处便是那一群猎狗的老巢，洞内有着几十头猎狗。见此，我眼底闪过一丝炙热，提着玄铁剑便冲进了猎狗老巢，随后把洞内资源全部装进储物袋，发出火球术将洞口炸塌，施展御风之术，径直往雾山方向掠去。雾山坊市就在雾山的山下，规模宛若一个镇子，时不时有盾光或御剑者飞出飞进，其中炼气期修士居多，筑基期也不少，大多都遮掩了身形，难以判断来历。可见这雾山坊市内藏龙卧虎，不少人都隐藏了修为境界。来不及多想，我便大步往不远处最巍峨的一栋建筑走去。此楼名为多宝楼，是雾山坊市内最大的一座店铺，听名字就知道宝贝必然不少。刚一进门，一件件法器便摆在大厅红木柜台里，其中竟没有一件是低于中品的。这位公子，不知公子欲要买些什么宝物？你们这里有灵气吗？我也不废话，直接开门见山问道。青裙侍女一怔，其笑容更浓的柔声道：有的，不知公子要何等品级的？对灵气可有具体要求？我要一柄灵剑。至于品级，你们这边最高的品级是几品？我们店内品级最高的是上品，但非是灵剑，灵剑仅有3把，皆是中品。公子请随我上楼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穿着锦蓝长衫的老者走了进来，毫不掩饰其筑基初期的修为。在下多宝楼管事陈远，道友要买灵气，敢问道友如何称呼？王大彪，我拱手道。
陈元闻言嘴角微抽，但很快恢复。王道友请坐，咱们坐下详聊。说着便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方墨黑食盒，打开食盒，里面安静地躺了2柄中品灵剑，一长一短，模样别无二致，通体泛着青绿幽光，一看便知晓不是凡物。陈元开始介绍起来，道友请看，此乃绿蛟子母剑，乃炼器大师手笔，两剑可合可分，对敌之时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与木属性功法最为契合。好东西啊！见此我心头不免动容。还有吗？以防不好砍价，我快压下激动对陈元又问。陈元微微一笑，挥手间又取出2方墨黑食盒。此木剑名为春雷剑，乃雷击灵木打造，一剑斩出如施雷法，筑基中期都不敢正面抵挡。此石剑为太岳剑，乃厚土石晶打造，攻防一体，可砸可斩人。陈元如数家珍仔细介绍，每讲一把剑，我心大动，目光愈发灼热，深吸口气，握住了春雷剑，暗自注入灵力，剑身瞬间颤动，雷光大战，那灵力的威势十分惊人。紧接着又接连试了绿蛟子母剑与太岳剑，每一把剑都很是不凡，秉着来都来了的原则。敢问陈管事，这3把灵剑都是何价？绿蛟子母剑要5万下品灵石，春雷剑和太岳剑皆是4万下品灵石。这一颗筑基丹，不知陈管事觉得价值几么？陈元神色微动，随即将丹药接过来，待看了一眼之后，些惊讶的道：“这竟是极品筑基丹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这一枚筑基丹若放在拍卖会上，至少价值5万5下品灵石。1枚5万5，3枚便是16万5。这3把灵剑我都要了。”然后陈管事再找我3万5千块下品灵石。从多宝楼出来，我储物袋里便多了3把灵剑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这多宝楼没有神通法术卖，所以我现在还要在此地多待一段时间。好在陈元提醒，乾元阁是本地最大的拍卖场，在那里神通法术屡见不鲜，倒也不用瞎转悠。只是这乾元阁并不在雾山山脚，而是在雾山上边的云雾之内。不做迟疑，我径直迈步进入乾元阁。一名筑基初期的管事迎了上来，在下许之行，道友此来想必是寻求一门神通的，这便是我乾元阁目前的全部神通法术。许之行随即将3份玉简放在桌上，道友请看，神通法术乃是修士根基，越是强大，越是轻易不外传。道友别看我乾元阁仅有3门神通法术，可这3门远不是那些大陆货能比得了的。我依次将玉简拿了起来，第1门神通法术名为九霄神雷诀，第2门神通法术名为云雾千幻剑诀，但这2门神通法术都跟我的5行灵根不契合。第3门神通法术名为仙兵剑诀，这仙兵剑诀共有3式神通，第1式为藏剑，一旦修炼成功，可深藏万千剑气，群攻偷袭效果拉满；第2式为剑遁流光，将剑气与飞遁之术相结合，深化剑气，提升遁速，也可在对敌之时实现短驱瞬移。第3式为极尽升华，以剑气与灵力蕴养飞剑，对敌之时可自爆飞剑，威力与飞剑等级和自爆数量成正相关，每一式都颇为不俗。可若要修炼，还需得炼制1枚剑丸，剑丸的炼制品级决定了这门神通的威力上限。要是能炼制出仙气级别，成了真仙，此神通法术依旧能用。就它吧，这门仙兵剑诀要多少灵石可卖？我不紧不慢地看向许之行，5万灵石，你看怎么样？许之行伸出5根手指，我摇了摇头，同样伸出5根手指。5000灵石。一般炼气期基础功法价值几块灵石，能修炼到筑基期的差不多几十。这仙兵剑诀看着是挺厉害，实际上能不能应付金丹都是个问题。我给5000也算得上。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许之行果断拍板，翻手将完整神通法术玉简取出来，一把放在我手上，无比诚恳道：“5000灵石，就这么定了。”见状我一脸懵，什么意思？原来你也知道这败家神通没人买啊！郁闷的从乾元阁出来，身后许之行笑脸欢送，笑得那叫一个亲切。王道友下次再来哟。介绍。离开雾山访视，我打算沿着官路往桃源县走。等完成了任务，便到京城的神兵堂走一趟。据说神兵堂有炼器大师坐镇，也有上等灵器材料可卖，能帮自己炼制剑丸。不过算算时间，出来圣地已经4天多了。若再不快点做任务，那血尾狼万一被谁给干掉了，那还得回圣地重新接任务。这一来一回的，可浪费不少时间。可就在我刚走出雾山访视不远，前方忽然出现一个熟悉身形，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挡在了去路上。仔细看去，赫然是前夜遇见的吕文秋。望见我出现，他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和善笑容。王道友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也笑了笑，原来是吕道友。不知吕道友来此地何为？吕文秋则答非所问道：“看王道友应当是刚从方氏出来，不知王道友可有什么收获？”收获谈不上，只是买了几件灵器罢了。一个小散修，这么吹牛逼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买灵器还买几件？王道友如此戏耍在下，看来王道友似乎是知晓贫道今日此来的目的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带着2个藏头露尾的帮手拦路，要不是想杀人夺宝，我真的想不出来你要做什么。你说是吗，吕道友？我似笑非笑地望着吕文秋。王道友好警惕的心思，不曾想这都能被你给察觉到。
就在此时，一左一右两棵大树后边，两道一老一少身影走了出来。老朽张不平见过王道友，老者一身褐色衣衫，轻抚山羊胡，在下陈旭元，历史久闻王道友大名，对王道友杀妖救人的义举可谓颇为敬佩。年轻修士一身淡青衣衫，嘴角浅笑。这一老一少，老的是炼气12层，年轻的是炼气11层，身上没一件法器，穿的都是寻常绸缎，见和吕文秋一般都是散修出身。见此我有点失望，不过苍蝇腿也是肉，挑3拣4的可不是啥好习惯。既然都露面了，那咱们之间也别废话了，一起上吧。道爷赶时间办正事，没时间陪你们在这里浪费。吕文秋3人皆是一怔，这是没瞧得起我们吗？随即张不平轻轻一笑，老朽最近偶得一件中品法器，便借王道友之手好好试试威力。话落，他手掌一翻，一把金剪刀出现在手上，注入灵力，金光大战，悬浮于掌心之上。他一声轻喝，去！金剪刀瞬间化作金光掠向了我。可就在下一刻，嗡的一声，我周身竟凭空浮现一层土黄色光晕，宛若沼泽一般，将那金剪刀困在身前。我嘴角嘲讽一笑，探囊取物似的将金剪刀拿在了手上，掂量了一下，果断收进储物袋。吕文秋3人见状，顿时大惊失色。筑基初期嘛，你前夜追杀妖兽的时候，竟也谨慎地隐藏了修为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出门在外安全第一，这个道理都不懂，活该。吕文秋懵了，隐藏筑基期的修为也就罢了，还真买了灵气，人怎么能有实力到这种地步？吕道友，我突然想起来我娘子好像要生孩子，我便不多待了，咱们就此告辞。陈旭元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二话不说，扔下一句话转身就跑。可我如何能让？想跑，你跑得过飞剑吗？绿胶子母剑化作青光，瞬间洞穿了陈旭元的身躯，砰的一声摔倒在地。张不平见状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不要杀我，我愿意将我全部身家给你，只求道友放老朽一条生路。我闻言轻瞥了一眼，淡淡说道：“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杀了你，你的储物袋不一样是我的吗？”说罢，剑指一点，绿胶子母剑瞬间笔直的洞穿了他的身躯。吕文秋也被吓破了胆，转身便逃，将御风之术施展到了极限。可没跑多远，一道青光便出现在了他前方不远。这猝不及防的出现，竟使得吕文秋一时没能反应过来，一剑当场刺穿了他的心口。怀着感恩的心情，我将3个储物袋射到了手上，召回绿胶子母剑，直接往桃源县方向飞去。差不多1个多时辰，偌大的桃源县城已然映入视野。我怕惊扰百姓，便在城外林间落下，然后在城内繁华街边找了家客栈住下。到了房间内，将3个储物袋放在桌子上，搓搓小手，依次清点收获。这第一次舔包开盲盒，弄得人还怪激动的。打开陈旭元的储物袋，其中有灵石300块，培元丹10瓶，下品灵符15张，2件下品法器，1门炼气7功法，各级别妖丹数枚，妖兽材料几块。又打开了张不平的储物袋，情况相差不大，不过多了一把金剪刀。吕道友有县城百姓供奉，家底应该比这俩更殷实，希望能给力些吧。你有些许期待，将吕文秋的储物袋给打开来，可神识往里边探去，我当时便傻眼了。只见储物袋内空荡荡的，唯有一把泛着幽蓝荧光的狭长法剑和一堆画符用的笔墨纸砚。啥玩乐？你特么全部身家就只有这点垃圾？你不坐镇县城吗？老百姓的供奉呢，都让你挥霍了。还有这件是什么鬼？还特么纹了一道残灵纹。取出法剑端向两眼，我险些气晕过去，还以为啥好宝贝，结果就是一半成品。哎，这观主让你当的真是太失败了。我轻轻一叹，意兴阑珊的将法剑收进了自己储物袋里。一把半灵气法剑也行，正好用此剑代步，毕竟中品灵剑还是太显眼。若一些不富裕的金丹散修剑了，怕不是直接动手强抢。至于那一堆画符的笔墨纸砚，用来绘制下品灵符绰绰有余，以后有机会了，倒是可以尝试一下。清点完了收获，天已经黑了。我来到客栈大堂，对店小二招呼了一声：“小二，上酒，要最好的酒，再把店里的招牌菜随便来2样。”得嘞，客官请稍等，酒菜马上就到。店小二亮着嗓子回应，接着便从柜台上拿来一壶陈酿梨花醉。小二，你们这里一直都这么多人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最近听说城外有好些头厉害的狼妖出没，然后附近村子里的大户人家便都跑城内躲灾来了。那朝廷衙门没想办法应付吗？当然想了，您看见了吗？那几位都是仙师的仆人，各顶各的好手，都是跟仙师们过来杀妖的。仙师们？你的意思是桃源县衙门请了许多仙师过来吗？请了不少，说是狼妖太强，人不多，处理不了。店小二点了点头。闻言我有些意外，这么看来自己的动作可得要快一些了，万一被人捷足先登，那可就得回去重新挑选任务，这一来一回，不知又要浪费多久时间。此时我陷入思索，任务的确是要尽快完成，可自身的安危也不能轻视。狼妖忽然多了起来，其原因如何？狼妖之中有没有修为在筑基初期之上的？这都是未知之数，不弄清楚了就孤身贸然前去，着实有些冒险。要不然晚上出去寻几个同伴。桃源县来了不少的仙门弟子，此事应该不难。一番斟酌后，我有了新的想法。随着夜色渐浓，桃源县城内繁华之处依旧热闹喧嚣。我走出客栈，展开神识，打算寻一些靠谱的杀妖搭子。筑基初期修为最好，炼气期也可最弱绝对不能低于炼气期10层。要是比10层还低，一旦真出了意外，殿后当炮灰都没资格。可走着走着，我神识竟突然发现有人在背后跟着自己，而且意外的是，那人还是个熟人。小丫头片子，年纪不大，心还挺狠。我心下暗自冷笑，短暂驻足之后，便继续前行。那里是大部分杀妖修士的落脚点，有那么多的修士在，我就不相信严木林还敢自己主意。若不是担心这丫头手里有
保命手段，我是真想找地方来个杀人夺宝。终究是内门天才之一，师尊还是大能强者，我可不想尝到被人反杀的滋味。而既然不能硬来，那便只能把他给甩掉了。于是我果断加快脚步往县衙方向走去。怎么突然加快脚步了？难道是发现我在背后跟着他？严木灵余光瞥见我走得快了不少，眉头悄然微蹙。可我和他距离几十丈还远，他一个炼气期4层，怎么可能发现我的存在？看他去的方向，好像是桃园县衙那里，难道是急着询问任务情况吗？不管了，进去了肯定也要出来，只要找到机会，便好好的教训秦凡一顿。打定主意，严木灵继续跟了过来。县衙门口，2名捕快按刀守着大门，一名炼气期12层的青衣老者盘坐在明渊谷旁，凡有修士欲要进入县衙，都要经过他确认修为在身才可进入。而我刚走过去，在门口候着的下人便立马恭敬上前，见过仙师，仙师可是要在县衙落脚吗？我点了点头，走进县衙，找了个房间睡下。翌日天光破晓，县衙对面的泥泞巷子里，严木灵咬牙切齿地盯着县衙大门，等了一晚上也不见我出来，这让他内心对我的怒火已达到了顶点。他堂堂圣地内门天骄，严家的千金小姐，何曾受过如此委屈？好你个秦凡，你不出来是吧？那我现在就去城外杀光血尾狼，然后提前在回城路上等着，我就不信姑奶奶蹲不到你。县衙后院内，一众修士在衙门捕头和府军官兵的领路下，一同往城东大青山走去。青山绵延数百里，终年薄雾笼罩，地气氤氲充沛，山里多生珍贵草药，虽说对修仙者没甚大用，可对凡人而无不是大补之物。只是不知为何，往昔野兽都不多的大青山，这些日子竟莫名多了不少狼妖。对于此事，我也比较好奇。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以前的大青山灵气稀薄，可现在却灵气氤氲。诸位，那头12级狼妖先前被我打伤逃入此山，但此妖铜皮铁骨，力量极大，还懂得妖法。你等若遇见了，切莫轻敌大意，若自觉不是对手，可用火法提醒。话落，那青衣老者已施展御风之术，率先进了大青山，仅几个起落，便彻底隐于绿海云雾之中。青衣老者艺高人胆大，而和他一般修为的，还有一位中年黑衣修士。这中年修士也没有要与人组队的意思，贴了一张下品神行符，清玄灵光附身，一步踏出，便也冲掠进了山里。俩人俨然没将山里的狼妖放在眼中，其余修士可没这般实力和胆魄，全都老老实实结队，拿出各色法器，无不小心的往山里走去。我也跟随众修士慢慢前行。此时的大青山树林深处，藤蔓缠绕处，隐藏了一座幽寒洞府，几头血尾狼凶厉的警惕四周，好像生怕被谁给摸了过来。就在此时，洞府内竟传出阵阵风啸，方圆几里内的灵气仿佛被黑洞吞噬一般，疯狂涌入洞内。那几头小山般的血尾狼顿时恐惧呜咽，如见神灵一般匍匐在地。好大的动静，如此惊人的灵气，难道是有珍稀灵药成熟了？青衣老者眼底金光一闪而过，立马施展御风之术往东面掠去。没过多久，便来到洞府入口处，那却异象早已消失，除了几头5、6级的血尾狼，便仅剩一株青光流转的翠绿果树，树上奇怪的只结了一颗绿枣大小的果子。这一幕顿时让青衣老者缩起瞳孔，这是500年开花500年结果的清玄玉果，这可是能炼制3品丹药的灵果啊！这大青山里竟还有这般宝贝，难道这是老天爷送老夫的一场造化？青衣老者寿元将尽，要再无法突破筑基期，就将成为种中枯骨。可凭他的天赋已是此生无望，却不曾想此地发现了千年一遇的清玄玉果。青衣老者此时激动不已，好，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这清玄玉果，我陈飞奇便不客气的笑纳了。吼的一声，几头血尾狼猛地站了起来，对陈飞奇怒吼连连，找死！毫不客气地甩出数张下品灵符，只听得轰轰轰一阵巨响，那一张张下品灵符化作火球，将那几头血尾狼全部砸得倒飞出去。一阵哀嚎过后，重重摔落在地，钢针般的狼毛被烧得焦糊。在炼气期12层大圆满的陈飞奇面前，这些5、6级的血尾狼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。陈飞奇顺利地来到清玄玉果近前，望着那诱人的果子，一双老眼竟浮现出些许欲火。清玄玉果，它是我的了！陈飞奇呼吸浓重地朝灵果探出手去，可正要摘取之际，洞府内突然传出一声惊天狼吼，下一刻狂风席卷，一头庞然大物如小山般冲了出来，压迫感如山呼海啸，使得陈飞奇连呼吸都要停掉。此物正是强行突破筑基的12级血尾狼。陈飞奇转身飞掠，疯狂逃窜，可一切都晚了。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，瞬间头顶阴云笼罩，抬头望去，那血尾狼正眸光讥讽地在上空看着他。他四蹄腾飞，周身青光闪烁，筑基成功的妖兽，飞遁速度远不是炼气期所能比的。那血尾狼身形猛然下坠，流星陨落般砸在了陈飞奇身上，结结实实地将其猛撞到地面。刹那间地动山摇，尘土漫天。待烟尘散去，那老修士已是气若游丝，奄奄一息。站在陈飞奇身旁的血尾狼以高傲的胜利者姿态，不屑地瞥了眼陈飞奇，轻蔑的口吐人言道：人类，你可以去死了。旋即抬起利爪，欲要将其彻底踩死。可就在此时，一个诧异的声音忽地在前方响了起来：好家伙，筑基初期血尾狼，清玄玉果，此地竟有如此多的宝贝，这下不是又要发财了吗？果真是筑基期修为。你是在小看本王吗？
血尾狼感受到了轻蔑，眼底顿时浮现出了怒火。我顿时嗤笑一声，就你个小小血尾狼，也敢自称本王？妖族里边狼妖血脉比你强的应该不少吧？你也不怕被狼笑掉大牙？血尾狼闻言怒火窜起，怒吼一声朝我袭来。我面色微变，急忙撑开护体灵力，只见土黄色光晕化作屏障，将全身笼罩。还好，道爷差点就不干净了，旋即也不轻敌，果断取出了清灵锁，嗖的一声往其中注入灵力，清灵锁化作一道青色匹链，洞穿虚空，笔直向了血尾狼，以刁钻的角度欲要将其捆绑起来。好厉害的法器，给本王断开！那强大的冲击力将清灵锁打得连连后退，紧接着又往地面一滚，随后青光覆盖大地，与地面草木连成一片，天赋神通缠绕。血尾狼一声低吼，草木藤蔓仿佛活了过来一般，一同破土朝着我冲了过来。眨眼间已经到了近前，缠绕牢笼在须臾间形成，俨然已插翅难逃，雕虫小技罢了。我剑指一点，金剪刀化作2道金色玄光，在周身将草木牢笼切得粉碎，随后跃出包围，同时操控清灵锁与金剪刀杀向血尾狼，随后打出了数团火球术，下方地面就成了一片火海，那些草木藤蔓全部被烧成了灰烬。好厉害的修士！血尾狼大惊失色，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转身便要逃跑。我心念一动，半灵气法剑悬浮身前，我剑指一点，向其中注入水灵力，此剑瞬间化作幽蓝寒光，似流星一般冲向了血尾狼。不好！身后寒气袭来，血尾狼心脏骤缩，骇然回头便见水寒剑已杀至近前。天赋神通木盾，血尾狼急忙施法自救，浓厚的木灵力化作光盾笼罩全身。可下一刻，水寒剑以不可匹敌之势将青色光盾冲击得支离破碎，最后噗的一声穿透了血尾狼头颅，身躯无力地朝地面坠落。我随即收回了一众法器，飘到血尾狼身前挖出了妖丹。那妖丹仅指甲大小，泛着浓郁青光，充斥着精纯的木属性灵力，又是一炉2品丹药到手。虽说妖丹只有1枚，但这筑基期血尾狼的皮毛也是不错的炼器材料，不可浪费，一并收取。等去京城神兵堂之后，便将其卖掉，也能小赚一笔。将血尾狼尸体整个都收之后，又用金剪刀摘了清玄玉果，一并收入储物袋。而陈飞奇救杀狼这会儿功夫，人已经彻底凉透了。唉，陈道友死在杀妖的道路上，实在是我辈楷模啊！敬佩地将他腰间储物袋取了下来。深夜虚国京城，一道湛蓝盾光落在杨平坊的无人巷子里，在巷子街对面一座巍峨建筑伫立，门头牌匾上书3个朱红大字：神兵堂。我将境界压制在炼气期12层，便大步走进到神兵堂内。这位公子，可是要买些趁手的法器？我想炼制一件特殊的灵器，那不知公子要炼制何等品级的灵器？上品吧。我这件灵器是辅助类的，对修为要求不高。我神兵堂的炼器大师的确能炼制上品灵器，只不过这个费用非同小可，可能需要公子有个心理准备。公子里边请。翌日天光破晓，在神兵堂付了10枚筑基丹和1头血尾狼做预付款之后，我便离开虚国京城，御剑回返圣地。剑完炼制最快也要8个月。交了任务之后，再次回归了我心爱的废丹房，如释重负的长出一口气，安心的躺在了殿内藤椅上。终究还是家里边好啊，哪都比不上这小破房舒服。不过这一趟出门倒是收获颇丰，不仅法器灵器弄了不少，还有灵石丹药功法。想到功法，我心下忽地一动，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旋即将一个储物袋取了出来，里面内放置着一册玉简。玉简名神火分影术，这是一门神通法术，若要修炼，须得在丹田内以火属性灵力融合某种天地灵火，凝练出一道9变真火。此火在对敌之时，能幻化出9道施法者身影，每道身影都能拥有施法者1/9的灵力威能，可迷惑别人，也可与本尊一同攻击。这地心火不就是天地灵火的一种吗？就用这地心火试一试。我心中一动，立即在火坑内布置引火阵法，打算以灵力包裹式来一躲出来。可心里还是有些犹豫起来，以我现如今的修为，可能包不住太久，一旦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炼化，修炼神通就成了引火自焚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思虑稍许，忽然想到废丹房好像有2品的爆灵丹，爆灵丹能在短时间内提升灵力威能，若炼化地心火之时，用这爆灵丹辅助，必然能加快炼化进程。另外菩提丹也可以来几颗，炼化之时能增强专注力。随即我将1颗爆灵丹吞服下去，下一刻周身灵力轰然暴涨，5行灵力在体内各处狂暴奔涌。待灵力提升到极限，我伸手径直朝火坑岩浆上方抓去，地心火与5色灵力碰撞，激荡起熔岩巨浪。我低喝一声，收！一朵地心火焰花被我准确捕捉，然后面不改色的将地心火也一并吞入腹内。此时此刻，地心火就好像是一块漆胚，灵力就仿佛一把铁锤，连绵不断的将其捶打，剔除杂质，最终使其成为纯净的灵火。经过3天时间的持续锻打，我终于将灵火炼化，修成了9变真火。我长出一口浊气，满心欢喜的正要尝试神火分身的力量，孟祥辉却突然推门进来。兄弟，太虚幻境又要开启了，你现在实力不错，有时间也可以进去玩玩。太虚幻境是圣地内仙人布置的幻境大阵境，这太虚幻境每年开启一次，既是为了弟子历练，也是对实力不错的弟子的一次奖励。只要有弟子令牌，哪怕是杂役弟子，也能直接进入太虚幻境。
进入之后，太虚幻境会自动生成只有你一个人所在的洞天世，在这个洞天世界内存在有诸多妖兽，每一头妖兽都是由灵力所凝聚而成的实体，杀得越多，给的灵气回馈就越多。若能进入杀妖榜上名列前10，幻境还会奖励一次灵气灌体，排名越靠前，灌体时间就越长。但里边所有人都无法隐藏实力，因为幻境所生成的妖兽一定会和每个人的修为相等。如今我处在筑基初期，若能得到灵气灌体，修为势必会有不小的提升。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。我握紧弟子令牌，眸光闪烁，打定主意一定要进太虚幻境。只是入太虚幻境无法隐藏修为，那就不能以杂役弟子身份进去。转眼5日过去，圣地仙钟准时敲响，太虚幻境已正式开启。我握紧了紫铜令牌，将5色灵力注入其中，令牌忽地朝前方射出一道紫色灵光。下一刻，空间突然出现一道裂痕，随着裂痕迅速蔓延，露出一层薄薄的波纹水幕。可那水幕后方如何，完全看不清楚。我眼前灯时一亮，我将水寒剑与火焰盾取出，握着水寒剑，驾驭火焰盾撑开笼罩全身的赤红光幕，一步踏入太虚幻境。灯时化作流光冲入了波纹水幕之中。待水幕渐渐散去，我发现此时正身处一座云雾缭绕的峰顶崖边，下方是无垠林海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我正打算展开神识扫视四周，远处忽地传来一道震耳欲聋的剧烈撞击声。转头循声望去，只见在下方林海之中，正有一头庞然大物在横冲直撞，掀起漫天烟尘，损毁了成片的参天古树。那竟是一头筑基初期修为的玄水蟒，有成年人腰身那么粗，长约10数丈，鳞片犹如漆黑岩石般坚硬，眸子里闪烁着赤红的嗜血光芒。他此时身躯骤然弹起，化身一道黝黑流星，笔直地冲向峰顶。眼见玄水蟒杀来，我脚下轻点，迅速后撤，同时身前火焰盾赤红玄光大战，一声巨响传出，玄水蟒重重地撞击光幕上，强大的冲击力将我瞬间撞飞。那稳如磐石的光幕，瞬间玄水蟒撞得晕头转向。吃痛之下，玄水蟒凶威更盛，一声怒吼，毒蛇獠牙后方竟有冰蓝寒光酝酿。这玄水蟒还是个冰属性异种吗？我见状有些惊讶，玄水蟒一向都是水属性的，难得见一头冰属性异种。火焰盾，我一声低喝，灵力注入，火焰盾迎风暴涨数倍，将周身3丈范围尽数笼罩，任凭那玄水蟒的冰霜洪流冲击，火焰盾却始终稳稳挡下。见玄水蟒暂时无法动弹，我凡剑指一点，水寒剑轰然杀向玄水蟒。玄水蟒岩石般的鳞甲火星四溅，只是水寒剑终究为半灵气，尽管玄水蟒鳞片能阻挡几息时间，也差不多就是极限了。见此，我一声低喝，破！水寒剑幽蓝玄光大放，呼的一声穿透了玄水蟒的鳞甲身躯。下一刻，庞大腰躯轰然崩碎，化作漫天冰蓝荧光点点散尽，灵气反馈也如约到来。只见九霄云端凭空飘落一团5色灵气，足有婴儿拳头大小，这是幻境针对弟子灵根所生成的奖励。见此，我果断张口吞入，站在原地闭眼炼化。过了几个呼吸，我脸上顿时浮现出些许喜色，这灵气反馈好生厉害，就这么一团灵气，不仅相当10枚2品培元丹，还精纯的不用炼化太久。要是在这里不停的猎杀半月妖兽，再加上灵气灌体，岂不是突破筑基中期有望？此时我不想有半点耽搁，踏上水寒剑，瞬间冲上云霄，打算主动寻找妖兽。而也就是在我离开的刹那，周遭天地竟轰隆大变，脚下无垠的绿海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火山岩浆、赤地焦土，一片昏暗的雾蒙蒙浑浊世界。随着狂风骤起，一头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猛然冲出，双翼流火劈雾，仿佛滚烫岩浆中诞生一般，轻轻振翅，风暴瞬间席卷数十里。这赫然是一头筑基初期的猪鸦。此妖兽据传有上古凶兽火鸦血脉，实力极其强大。此时猪鸦二话不说，振翅便向我杀了过来，身法之快远超先前的玄水蟒。更可怕的是，此妖还在周身凝聚无数锋刃，待来到近前20丈范围，漫天锋刃袭来，破空声尖锐呼啸。就在这刹那间，一声轻喝，火焰盾。下一刻，火焰盾光幕再次将我全身笼罩，随后又毫不迟疑地用出了神火分影术，9道神火分身自我体内散出，熊熊烈火烈烈作响，在我灵力与神识的操纵下，悍不畏死的一齐杀向了猪鸦。神火分身同时推出双掌，9道真火洪流洞穿虚空，重重地打在了后者庞大的腰躯之上。猪鸦瞬间身处漫天火海之中，烧得他痛苦鸣叫，已无任何反抗能力，只几个挣扎便被烧得轰然崩碎。9变真火的恐怖尽数显露。有了神火分影术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，我不分昼夜的屠杀妖兽，有充沛的灵石丹药恢复灵力，完全不用担心消耗。我稳稳停外门杀妖榜第1的位置，8头筑基初期，9头筑基初期，10头筑基初期。等到了100这个数字后，我化名道爷的这个名字彻底让整个外门都震动，已经110头了。巍峨的外门任务阁大殿内，一众执事弟子包括孟祥辉在内，望着殿内紫色光幕上那榜1时时跳动的恐怖数字，无不震惊的倒吸凉气。这道爷竟是何许人也，竟如此勇猛？你们还记得外门杀妖榜的最高纪录吗？我若没记错的话，那应当是200年前风长老所创下的153头。现在距离太虚幻境关闭还有4天，你们觉得这位道爷能不能破纪录？看这个速度，感觉最终数字可能接近，但要想破的话，估计不太可能。万一这道爷最后全力冲刺一把呢？此时的圣地长老界玄剑锋，一个须发灰白的青衫老者，正悠闲地躺在草庐外的藤椅上，正是圣地内长老之一的风无涯，也是东域赫赫有名的河道大能修士。手边摆放一个木桌，桌子上放了酒壶与酒杯，浓浓酒香从中溢出。老疯子，你倒是悠闲。一个白袍老者缓步朝草庐走过来，手里还拿了一块紫铜令牌。来人也是一位圣地长老，河道大能修士，名叫张化玄。他将紫铜令牌放在桌上，轻轻一笑道：“来给你说件趣事。最近太虚幻境开启，让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。
什么好玩的？太虚幻境又不是第1年开了，能有什么好玩的？无非一群弟子杀妖罢了。你还记得自己曾经创下的记录吗？季老，听你这话的语气，莫非有弟子要破了我的记录？随后他神识往那紫铜令牌里一探，紫色光幕内顿时浮现出外门杀妖榜的完整排行，上边清楚的写着道爷137头筑基初期妖兽，咱们圣地外门居然还真杀出了一匹黑马。风无涯不由有些惊讶，我若没记错的话，距关闭太虚幻境应当还有2天时间吧。张化玄点了点头，不错，还有2天时间。若此子一杀下去，你的记录没可能保住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个好事，说明我圣地弟子又将有一位天骄诞生了。张化玄轻瞥了眼风无涯，我就直说了吧，我想收他为徒，你徒弟守着太虚幻境大阵，所以我想让你徒弟帮个忙，让他帮忙动用阵法找一下此人。风无涯闻言也是会心一笑。时隔半月，圣地的仙钟再次敲响，太虚幻境将在1个时辰后关闭。我这时已杀了160头筑基初期妖兽，在此期间吞服炼化了1600枚2品培元丹，丹田灵力早已圆满，只要灵气灌体，就可以直接冲击筑基中期。遗憾的是，随着那钟声敲响，太虚幻境瞬间将我传送回了废丹房，灵气磅礴的能量在我体内存着，再不出去炼化，怕不是马上就将我撑爆了。我立即将体内灵力再度凝练压缩，规模重回丹田半数，顺利的突破到了筑基中期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废丹房外边来了2位意想不到的客人，正是那张化玄与风无涯。打量了一下眼前这煤窑般的大殿，张化玄面上神色变得颇为古怪，一个杂役弟子怎么会有筑基初期修为，还拿着外门候选令牌，成了外门杀妖榜第1人。此人就算已是筑基初期，他不去内门争锋，就窝囊的守在这废丹房，他图什么？风无涯见张化玄狐疑神色，便对他提醒道，这里边的禁制又挡不住你，你神识一探不就知道了。闻言，张化玄神色微动，旋即展开神识，悄无声息的就突破了废丹房内的禁制。只见我穿着灰色的杂役弟子服，正躺在藤椅上呼呼大睡。见此一幕，张化玄登时惊疑出声，怪事，这小子居然这么快就突破到了筑基中期。2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二话不说，一同化作2道青红盾光，掠进了废丹房大殿内。2股气势登时将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我尼玛，是谁人敢在圣地造次？小子，快拜师！本长老乃是玄剑锋风无涯。风无涯抢先开口道。张化玄狠狠地瞪了一眼风无涯，我先看上的人，你抢个什么劲？一边去！张化玄上前一步来到我眼前，小子，你可愿拜本长老为师？见此我一脸懵，一度怀疑是睡觉的姿势不对，突然做这种噩梦了。我就说你老闲子长得丑吧，你还不信？你看你把人孩子吓的。张化玄一张脸黑如锅底，压着不满对我问道：小子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可愿拜本长老为师？而此时的我已是出了一身的冷汗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逼宫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但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立即反应过来，对张化玄拱手施礼道：承蒙长老厚爱，若能做长老弟子，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天大造化。只不过弟子怕辜负了长老厚望啊。什么意思？你半年不到就筑基中期，甚至连外门杀妖榜记录破了，你天赋还不好？你再不好还能比这老疯子杀？他一个4品火灵根都200年河道后期了。听到河道后期这4个字，我只觉得有些呼吸不畅，要死了要死了，就知道是太虚幻境惹的祸，可他们也没人说还有记录啊，而且就他们160头，这么点战绩也能成记录，早知道就再放点水了，不曾想这还是出事了。看你小子支支吾吾的这模样，你不能只有3品灵根吧？风无涯从旁狐疑的问道。不是，是1品5行灵根。我淡然笑道，弟子误吃过一株仙草，加上这次的灵气灌体，所以就不小心修炼到筑基中期。闻言，一旁的风无涯傻了眼，立即好奇的问道，那你可知那仙草是何种模样？就正常草的模样？说实话，我其实也挺糊涂的。我摸了摸后脑回答道。张化玄听罢不由得轻叹一声，若是如此，那这仙草可真是被糟蹋了啊！我顿时一阵无语，心下腹诽一句，老登，你这就有些侮辱人了吧？而表面上却不敢冒犯，只是轻咳一声对张化玄询问道，那个张长老，那您看我还配当您弟子吗？要是可以，那我这就收拾收拾。老疯子，你不是也想收徒弟吗？这小子让给你了，我想起来我还有事，这便先走了。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张化玄拍了拍风无涯肩膀，便转身化作盾光消失在了废丹房内。可就在我以为逃过一劫时，正处在沉吟中的风无涯忽然开了口，小子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长老您不嫌弃我？当然嫌弃，虽说你小子天赋太差，不过既然能走到这一步，应当也是有气运在身的。我之所以决定收下你，也正是因为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当初的影子。只不过你灵根天赋实在差得出奇，我想象不到多大的气运能让你有所成就，所以你只能做个记名弟子。你可愿意？闻言我有些为难起来，若是没有炼宝炉，这记名弟子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河道后期大能的记名弟子，傻子才不想当。只不过要是离不开这整个圣地的丹药啊，你小子不会不愿意吧？风无涯眉头紧锁起来，堂堂河道后期大能收徒被人拒绝，还是被个杂役拒绝。
学。这要传出去了，那可不太好听啊。不是不愿意，若长老能答应弟子一个条件，那弟子便立刻磕头拜师。我犹豫了下，对风无涯道：弟子只想在废丹房修炼，不想入内门，因为弟子怕学无所成，给长老丢人，倒不如就一直在废丹房这里待着，也省得被人笑话。风无涯闻言认真考虑起来，你说的很对，那这记名弟子一事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除非你有不得已的理由，否则在外就别说我是你师傅了。徒儿拜见师傅。我果断磕头拜师。你既是五行灵根，那你修炼的可是瑶光武学仙诀？正是，只不过徒儿只有修炼到筑基期的部分。这不要紧，我这里有全套的。这五行仙诀内有一门大五行神光的神通不错，你可以修炼一下。另外，你既身为我风无涯的弟子，你可缺法宝。听到法宝二字，我呼吸一滞，旋即立马哽咽的擦起眼泪道：徒儿不敢欺瞒师傅，徒儿甚至连一柄铁剑都没有。那外门执事弟子孟祥辉将徒儿一切资源都扣下了，徒儿是敢怒不敢言啊！就连进太虚幻境和妖兽搏杀，都是靠着一双肉拳，若非仙草残余力量帮助，徒儿恐怕早就从太虚幻境里边被赶出来了。风无涯闻言面色一沉，冷哼道：外门执事弟子，你师傅我当年也没少受这些弟子的鸟气，不曾想这100来年过去了，这些个执事弟子还是这般不堪。这块内门弟子令牌给你，你以神识烙印姓名在其上，待孟祥辉再赶过来，你就将令牌拿给他看，好好教训他。见此，我眼前灯石一亮，双手忙将紫金令牌接过。徒儿多谢师傅，还有这一套五行法剑也给你，这是为师年轻时偶然得到，可惜修行功法不契合，无法祭炼。一共5柄法剑，皆以五行矿石所打造，剑身闪烁五色灵光，剑与剑之间互有联系。这法剑一经施展，可不五行剑阵，威力比寻常下品灵器也不差多少。最关键的是，此套法剑未来可融合更强五行材料，升为灵器有一定成长性。我激动的手都颤个不停，小心仔细的将法剑接过，心中不禁暗自感叹，这师傅真是没白认啊。别的不说，就五行仙诀的后续功法，那都省了我多大力气和灵石，何况还有内门身份和一套不俗的法剑。我将一切收好，立即再次诚恳地给风无涯跪拜道：徒儿多谢师傅，这份感激没有作假。在这圣地内，风无涯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，不管是记名弟子还是真传弟子，从今日起，风无涯就是我一辈子的师傅，师不负当一声报之。风无涯欣慰地点了点头，好了，为师还有事要做，就不多待了，你好生修炼，若有不懂的，随时持令牌去玄剑峰来找为师。说完便身化遁光离开。见此，我立即把紫金令牌拿出来，随后以神识在其内阵法上烙印姓名，这就成了内门弟子。嘿嘿，道爷我有师傅了，还是一位河道后期大能。意外的拜师大能让我激动了好一阵。激动过后，我开始继续修炼起来。2品培元丹现在我手上还有300多，以现在的炼化速度，这些培元丹也就够用1个多月。还好手上还有40多枚妖丹，还能炼个几百颗。再一个就是五行丹的炼制，这五行丹需要5种不同属性灵药为主要，若有此丹辅助，修炼速度一定比现在还快。但我手里的灵药就1颗木属性的清玄玉果，还差金土水火4种属性灵药，现在只有找齐4属性灵药才行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，我一边嗑丹药提升境界，一边修炼大五行神光。此外还找时间去了一趟云谷方士，云谷方士的灵真楼专卖灵药，只可惜4种属性灵药费了很久，仅买到了3种，分别是土属性的东湖龙木、火属性的天岩花、水属性的碧海心草。金属性的灵药灵真楼已经卖完了，于是我只得在那里挂了个收购牌子。1个月之后，我不光将大五行神光修炼成功，那金属性的灵药也顺利收购到手，总算是将五行灵药凑齐，一共花了3万灵石。接下来便是炼制五行丹。2日后，一炉璀璨金丹新鲜出炉，好浓郁的灵气。那2品培元丹与其相比，根本是云泥之别。这一颗哪怕只比30枚培元丹强一点，我都算赚的，希望不会让我太失望吧。默默注视过后，我盘膝坐下，将五行丹放进了口中。入口的瞬间，药香扑鼻，待吞入腹内，我立马用灵力炼化。丹药中的药力与灵气在顷刻间爆发，此时丹田内的灵力大幅度增长，比连颗几十枚2品培元丹还要恐怖。我眼里惊喜不？有此丹在，突破到筑基后期的时间又会大幅缩短，可以大规模收购五行灵药了。我从地上起身，打算再次去虚国京城的修仙坊市走一趟。可就在我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孟祥辉却意外的来到了废丹房。秦师弟这是要出门？孟祥辉客气的说道。我眉头轻动，负手而立。孟胖子，我给你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，你好好想想，现如今究竟该如何叫我？孟祥辉嘴角微抽，尴尬道：师弟，咱哥俩的感情应该不必拘泥于那些俗礼吧？我再次冷笑道：怎么，你不愿意叫吗？我打算去拜会一下执法阁弟子，你想一起去吗？孟祥辉闻言果断跪倒在地，正色拱手道：兄若不弃，弟自当拜之。师弟拜见师兄，算你老小子聪明。我转身走回藤椅上躺下，淡淡的道：说吧，来找我这位师兄有什么事？是这样，师兄有家里仆人往山门送了一封信。书信，我神色微动，似有些意外。离家半年，这还是家里人第一次给我他写信。我收回思绪，将书信打开来，待看到末尾，我稍稍停顿了一会儿，然后便将书信收入储物袋，心里却暗暗想着，是时候该回家一趟了。从杂役峰离开，我没有立刻往老家淮南府赶回，而是来任务阁挑选内门任务。既然要出圣地，正好顺路完成几件内门任务。
务，也好给以后的修炼留出更多时间来。和上次不同，这一次我没有待在外门区域，而是径直往内门任务区走去。墙壁与盘龙石柱上青光闪烁，我展开神识仔细筛选，最后终于我选到了2件任务：淮南府独杖林摘取鬼面草10株，淮东府护送东陵侯家眷往京城一行。温馨提示：目前共有3人已接任务，15日后侯府会合。选好任务，我便来到内门执事弟子面前，可正要开口，墙壁与盘龙柱上的玄青光幕忽然闪动，下一刻，喧闹的店内瞬间安静，静得仿佛落针可闻，就连一众执事弟子也都面色变得煞白起来。我也是微微一怔，好奇回头往盘龙柱上望去，只见那玄青光幕之上，先前5花8门的任务已消失大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同类任务：虚国36府除魔，筑基初期5万贡献值；金丹初期50万贡献值；越国18州除魔，筑基初期5万贡献值；景国72省除魔。此时此刻，在任务阁内的所有弟子眼中，都只能看到那满目的除魔2字，这也就意味着丰裕的魔道修士再一次卷土重来了。霎时间，外门任务阁彻底沸腾，快抢任务！我要接护送任务，这个任务是我先来接的。为了逃避除魔任务，整个外门任务阁都乱作一团。不好，我此刻也终于反应过来，迅速拉着眼前内门执事弟子往角落跑去。师兄，我要接独杖林和护送东陵侯的任务。魔道修士作乱的消息彻底在圣地传开了，任务阁一时间人满为患。好在我顺利的接了2件任务，避免了争抢。等我从任务阁出来之后，圣地内门的一些长老接到执事弟子的求救信号，也闻讯赶来。可惜我早已走远，现在的我归心似箭，只想早些回到淮南府老家，把弟弟从鬼门关里边拉回来，然后将父母族人好生安顿一下，避免遭受魔道修士的侵扰。这帮拟人的玩意儿，在传闻中那叫一个残忍，不回家做些预防措施，我是真不放心啊。虚国淮南府，我遇见1日1夜，穿越大半国土，终于再一次见到了那熟悉的府城。看着眼前的繁华景象，我一阵感慨，以前的自己不屑一顾，现在的自己逐个欣赏。为了一棵树放弃了一片大森林，这富二代当得太失败了，只可惜老弟危在旦夕，要不然真得好好探寻一番人生的真谛。遗憾的轻叹一声，我不再逗留，快步往家里赶回。秦家在府城乃是巨富之家，甚至连虚国京城也有关系。当初严家曾遭受大难，就是靠了秦家元首才得以安然度过。自此之后，2家便好得跟穿一条裤子似的。原身秦凡和严慕雪的婚事也就是由此而来，只可惜严家的2个丫头打小就瞧不上他。不过可能看在秦家的面子上，始终没有表露得太明显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始终对婚事抱有幻想。一听严家2个丫头要入仙门，他便也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。来到秦府门口，2名护卫立即认出了我，当时惊喜道：“那特么就是咱家大少爷，快去通知老爷夫人，就说大少爷回来了。”大少爷回府了，一声高喊，瞬间打破府邸宁静。秦良夫妇带着一众仆人丫鬟，一股脑地涌向府门，满脸欣喜地迎接大儿子归家。看那个熟悉的身影，登时便红了眼眶，快步上前将我一把抱住：“臭小子，你可想死老娘了？好好的家不败，去修个什么劳什么的仙啊！回来就好啊！”一旁的老爹秦良也老泪纵横，这场面弄得我也鼻尖酸酸的。爹娘，小石头怎么样了？我妻调整好心态，对夫妻俩问道。小石头。秦良闻言顿时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小石头的？”我见状一懵：“不是你二老给我写的信吗？信你看见信了？你什么时候看到信了？这才2天时间，万里之遥你就赶到了，是怎么做到的？”秦良不可思议地问道。我笑了笑，背回来的2天都算慢了，不是路上想低调一些，昨日都能赶回来。闻言，秦良和秦夫人瞪大了眼睛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问道：“儿子，你不是没啥修仙天赋吗？难道是雪儿那丫头送你回来的？”看来你小子也还是有点本事的，能让雪儿送你回来，莫不是成功让你小子把这天鹅肉给吃着了？闻言，我摇了摇头。这件事等我看过小石头之后，再和你们详细说吧。你弟弟他在正房了，你去看看吧。闻言，我疑惑的独自一人来到后院正房，卧室里一切静悄悄的。一个2月大的瓷娃娃躺在床边摇篮里边，眉头紧蹙，好像正在经历一场噩梦。无声走近我，莫名的有种紧张感。可当低头望向小家伙的时候，只有满满的心疼。而在心疼过后，我内心顿时便涌起澎湃的怒火与杀意。老子的弟弟也敢动，真是活腻了。不做迟疑，我剑指一点额头，果断将5行灵力注入小石头体内，同时以神识观察周身情况。下一刻，便见在小石头心脏处，竟有某种东西在挣扎蠕动。果然是蛊虫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作死。我眼中寒光一闪，迅速用灵力将蛊虫包裹，将蛊虫从小石头体内取了出来，又取出一株上等灵药，萃取汁液滴在小石头的伤口上，让其恢复如初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再度看向悬浮在掌心的蛊虫，它体如蜜蜂大小，背生双翅，不停地挣扎冲撞。好厉害的小东西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不知死活的敢害我弟弟！随后以神识将蛊虫包围，然后入侵识海，在其内种下烙印，然后立即朝他命令道：“带我去找你的前主人。”蛊虫瞬间飞出了窗外，豆黄荧光自夜空而去，我立即紧随其后。待蛊虫停在长街半空，我也定住身形，缓缓落下。此时的长街昏暗，四下无人。我展开神识，瞬间笼罩了整座府邸。城东的某座宅院里灯火通明，秦家二爷的独子秦玉正恭敬地对一黑衣年轻人敬酒。此次多亏小仙师出手，不然在下可没希望做这秦家商号的少掌柜。小仙师之恩，在下永生不忘。看见秦玉，我已然是猜到了一切，原来是你，去回到你前主人的身边去。我再次下达命令，蛊虫不做迟疑，瞬间窜进了秦玉的宅子。看见突然飞到黑衣人肩膀上的蛊虫，秦玉登时一怔，这不是小仙师你的病蛊吗？小仙师之竟还有另外一只。
我这病骨要1月后才会回来，如此中古之人才看起来像是病逝，怎么会现在就飞了回来？难不成是那小崽子提前嘎了？你这么一说，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那这感情好啊，这秦家少主的位置，我岂不是能提前坐？还请小仙师在府上多待几晚，我现在去大伯家里看看情况。府外，我冷冷注视大门，眼中杀意澎湃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也就没了顾忌。就在秦玉领人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紧闭的府门突然爆裂，漫天碎木混合烟尘朝院内席卷，巨大的声响将秦玉等一干人吓得浑身一颤。什么人？秦玉惊恐大喊一声：“1年没见，堂兄，连我也认不出了吗？”我从烟尘中迈步走出，满眼冷冽地望着秦玉：“是你？”秦玉瞳孔陡然收缩：“你不是去瑶光圣地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弟弟遇到危险，我这个做大哥的自然不会坐视不管，这就抓你到祖宗灵位前去受审。”我眼底寒光一闪，五色灵力大手掐住了他的喉咙。秦玉瞬间身躯缓缓飘了起来，用青灵锁将他五花大绑扔在旁边的地上，之后身形缓缓升空，望向了后院满眼惊疑的黑衣年轻人。区一个练气7、5层的垃圾也敢出来害人，这究竟是谁给你的勇气？清冷嗓音传遍府内，那黑衣年轻人瞳孔陡然收缩，入击初期修士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转身便跑，正要跃出府内，一道水蓝剑光忽然划过了他的双腿，只听噗噗2声，那黑衣年轻人瞬间惨叫倒地，痛苦的在地上翻滚。我秦凡的弟弟，哪个敢动，哪个便要付出代价。我落在黑衣年轻人上方，居高临下的俯视，没有一丝怜悯。你不能杀我，我师父是严家供奉杜仲，也是筑基修士，还是筑基中期强者。黑衣年轻人脸色苍白，满眼惊恐威胁道，可我全然没有任何反应，神情依旧淡然道，今天你师父就算是虚国皇室供奉，道爷我一样想杀就杀，区严家供奉他算老几？随后水寒剑一挥，那黑衣年轻人瞬间没了气息，我则身形一闪，来到被吓懵逼的秦玉身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瞬间御剑冲上夜空，往家中方向飞去。秦家正堂灯火摇曳，秦良在客厅里急得走来走去，正在这时，我将秦玉扔在了坚硬的青石地上，顿时疼得他瞪大了眼睛，大侄子，你怎么会被人绑成这样？我将青灵锁收回，又解开了对秦玉嘴的封禁。秦玉憋了一路，此刻终于能够说话，旋即抬头向我怒目而视，开口第一句话便怒斥道：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大祸？你杀了江郊小仙师，咱们整个秦家都会因此而陪葬的。秦良当场懵在了原地，就在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的时候，我却平静地回道：凭什么？就凭那个垃圾有个筑基中期的师傅。秦良闻言愈发的懵了，垃圾谁？江郊小仙师？儿贼，你这是要吓死你爹啊！他又不由得颤声对我问道：儿子，秦玉刚才说的那番话可是真的？你真的杀了江郊小仙师？爹您也认识他？我诧异地看向秦良，亲娘嘞，你在圣地都学了什么本事啊？你不是没修仙天赋吗？怎地连江郊小仙师都能杀了？这人不能杀吗？当然不能，他师傅杜仲杜仙师那可是能飞天遁地的大仙师，据说一把飞剑可千里之外取人首级，咱家哪里惹得起啊？闻言我不由哑然，一个筑基中期修士还千里之外取人首级，当自己元婴修士呢？丫真能吹！爹你放心好了，没事的。另外提醒你一下，就是江郊和你大侄子秦玉害了小石头，所以我这才杀了江郊，然后把秦玉也绑了回来。秦良闻言面色陡变，赶忙确认道：你说是秦玉和江郊害的你弟弟？我点点头，是秦玉想要接您的位置，然后让江郊给小石头种下蛊虫，那蛊虫可让小石头看起来像得了先天不治之症。秦良目光一瞪，狠狠地盯向了秦玉，秦玉吓得脸色瞬间煞白。大伯，我只是一时贪念作祟，我知道错了，大伯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原谅个屁，连你兄弟你也能下得去毒手，我打死你个混账东西！秦良怒火顺势宣泄，那秦玉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惨叫连连。秦良这才气喘吁吁地收手，紧接着吩咐下人去把老二还有叔公们都叫过来，在家里祠堂开大会。趁这会功夫，秦良既欣慰又担心地看着我道：你这个臭小子，一声不吭就长这么大本事，可惜就是太冲动，那杜仙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为亲之计，你最好是先回圣地躲一阵子，等风声过了再回来。说罢，秦良便从怀里掏出几张大额银票，塞进了我的手里。这是我藏的15000两私房钱，你拿着，到了圣地让自己过得好点，就好好修炼，争取早日超越那杜仙师。我却摇了摇头，正要开口安慰秦良，忽然一道淡金色剑光从夜空轰然掠来。秦家的孽障，还我徒儿命来！